大家好，欢迎来到我的频道塔罗的低语，我是 Nico 啊。那我们今天要占卜的课题是近期你们的发力点是什么？如何找到你们的发力点？那在我们面前呢有三组牌，从左到右分别是第一组牌、第二组牌、第三组牌。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直觉选择和你们连接最紧密的一组牌。稍后的话会做出一个解读。那么大家在选牌的过程当中，可以在弹幕上打出领取好运来领取你们的专属好运。好，那我们现在可以开始选牌了。大家好，欢迎来到第一组牌。首先，第一组牌我们抽到的这张宝剑四啊，宝剑四的话，你们接下来要让自己停下来，好好想一想，你们现在做的事情是不是正确的。宝剑四它是一种秩序，也许你们做的事情是正确的，但是节奏是错误的。就是你们现在需要有意识的去梳理你们每天所做的事情，你们会发现很多的努力或者说时间它是无效的，你们是为了努力而努力，为了做而做。所以说宝剑四它是有一点像精兵简政，在梳理自己每天的工作和生活的过程当中，你们会发现很多的无效的时间和努力都被浪费掉了。这样的话，你们能够及时的意识到这一点的时候，无论是工作、学习，包括你们的生活效率都会提高，这能够帮助你们更好的在学习、工作和生活上面发力。因为我们每天都在做出各种各样的选择，所以说我们需要努力的管理好我们的时间，管理好我们手上的事情，管理好我们自己。权杖六啊，就是近期你们的发力点可能会在晚上，利用好你们晚上的时间，效率会很高。可能说你们的这种工作，它需要你们具有一定的创造力、想象力，在晚上的时候是你们整个人最放松的状态，你们的这种创造力和想象力是最强的。而第三张牌死亡牌啊，它象征的是你们接下来如果想要发力的话呢，你们要尽快的结束你们之前一直拖延的事情，把过去未完成的事情完成掉。死亡它就是一种结束，一个旧的结束，你们要干净利落的把它结束掉，而不要一直往下拖，拖到后面的话，可能你们接下来的事情也会被耽误掉。所以说这张死亡就代表的是快刀斩乱麻，干净利落的解决掉一些事情。而这张节制呢，牌面当中有三条龙汇聚到一起啊，你们接下来的发力点可能说你们要同时去做三件不同的事情啊，多线程处理任务的能力。而且这三件事情你们在做的过程当中，你们会发现他们会汇聚到同一个点上面，就是每一件事情遇到的问题，它的本质是相同的，只要你们能够解决其中的一个问题，另外的两个问题都会迎刃而解。每一个问题看似相互独立，其实都是彼此连接在一起的。就是说节制牌，你们接下来会有一个行动力、工作效率的大的爆发，会以3倍的速度去解决之前残留的问题。这张正义牌呢，正义它象征的是权衡利弊，就是说如果你们现在想要发力的话，你们必须要思考一下，你们现在手中的事情它是不是值得你们去做的。如果说它不值得你们去做，你们就要及时止损，但是如果是值得的话，你们就要用100%的努力，全力以赴的去做它。正义它有一种很明确的能量，就是在告诉你们，你们现在一定要知道你们现在在做什么，该怎么做，要不要做。只要你们明白了这一点，你们的效率就会很高。其实你们之前一直在拖延，本质上还是因为你们不确定你们手上的这个事情它是不是正确的事情啊，你们可能在疑惑，你们在疑惑的时候就会犹豫，就会变得拖延。所以说现在最紧要的问题是，你们必须先直面自己的内心，去问一下你们现在做的这件事情它是不是你们真正想做的。如果是的话，你们就必须要制定一个相对应的方法和策略，确定接下来的行动主线，然后以最高的效率、最短的时间去完成它。那么这个正义呢，它其实，它也象征的是你们接下来的发力点源自于你们即将要立下一个誓言，签订一个合同，或者说有一个很正式的这种契约。当你们走完了这样的一种仪式以后，你们就会找到自己内心当中的这样的一种力量，接下来的发展方向会被明确。这张星币4啊，你们在发力之前呢，要保护好自己，保护好你们身上的钱，保护好你们的能量，保护好你们的私人空间，保护好你们应该保护好的一切，然后你们才能够没有后顾之忧的去做一些事情。如果你们整个人总是处在一种被消耗的状态里边，你们就会发现你们想发力也发不起来啊，有心无力。所以说保守一点啊，你们近期越保守，越是把这种能量
放到自己的身上，你们发力的这种效率就越高。而我们抽到的这张愚人牌呢，愚人它其实是一种很放松的状态，松弛是一门学问。它是你们必须要学会的课题，就是你们越松弛，你们整个人的状态就越好，越容易产出一些优秀的作品。你们越松弛，就越容易处理好人际关系啊。所以说，不要去控制什么，去接纳。你们不要将这个世界与你们所期待的、塑造的那个圆满的世界比照，而是接受这个世界，去爱它，属于它。那我们抽到的这张 Animal Guardian， 它象征的就是要相信你们的直觉啊，相信你们的直觉，它一定是来自于你们的灵魂深处，你们的直觉帮你们做出的这种判断和决定，一定是符合你们最高级别的利益的。如果你们近期的直觉给到你们指引的话，那么你们就选择无条件的去相信它。那么第二张牌呢，近期你们可能会有这样的一种 trader 啊，能量交换。就是它可能会产生在你们和某个人交流和互动的过程当中，你们会近期会从一段关系里边收获到快乐、力量还有富足。近期的人际关系的话呢，你们可能会从某个特定的人身上去获得一些新的能量，这就是你们的一个新的这个发力点、着力点。第三张牌呢是勇士啊，它象征的是无畏和勇敢啊。接下来你们要勇敢一点，再热烈一点，你们绝对不会后悔。就是说，这种生命能量，它的涌现能够让你们有勇气去做出一些你们之前一直想做又不敢做的事情啊！只有勇敢的行动才能收获解放，哪怕做的不好，也比无所作为要强啊！所以说，这种勇敢的行动一定会给你们带来回报。第四张牌呢 ，Elder 它其实象征的是一种非常成熟的思维，它代表的是理智、经验和智慧。就是说，在你们做出行动之前，要有一个静默期。让自己去思考一下，谋定而后动啊，想清楚利弊以后再制定计划。这样的话，你们行动的效率会很高，不会就是说在做到一半的时候才想起你们之前有一些可能说点没有顾及到。这样的话能够帮助你们更快的找到发力点。然后呢，其实就是对于这个 Elder 他也有一种人生智慧的这样的一种指引啊，就是对于可控的事情、可预料的事情，你们要保持谨慎；对于不可控的事情，那就保持乐观好了。接受能接受的，改变能改变的。在这个世界当中呢，一切它都有始有因。在这个世界当中，一切都有始有终，有因也有果。好。那这就是我们这期视频的全部内容了，非常感谢大家的收看。如果你觉得我的视频对你们有帮助的话，可以在我的视频下方留言点赞，或者你们的支持就是我最大的动力。那我们下期视频再见，拜拜。大家好，欢迎来到第二组牌。第二组牌的第一张牌就是锁链啊，也就是说你们近期没有办法发力，可能是因为你们和某个人绑定在一起啊，这个命运的锁链把你和某个人绑定在一起，这种能量在纠缠。这个人可能会拖累你们，就是说近期如果你们想要发力的话，首先你们要解除这种绑定，告别一个不断拖累、不断消耗你们的人。第二张牌呢，宝剑五啊，就是说你们在和某一个人争夺一种掌控权，它有一种纠缠的能量在里边。所以说近期如果你们想要发力的话，要么就是在纠缠或者说纷争当中胜出，要么就是主动的退出这个纷争和纠缠。你们需要权衡利弊。看哪种方式效率更高，能够让你们更快的摆脱纠缠啊！一定要记住，当断不断，反受其乱。很多事情上面你们一定要果断啊！这个权杖8呢，近期如果你们想找到发力点的话呢，不要一个人单独行动啊，你们要找到一个有氛围的团体和组织，跟着他们一起去做一些事情。比如说你们想学习，那就去到图书馆。就是说你们想做什么事情，一定要找到一个有氛围的大环境。然后呢，所有的人都有同一个目标，然后心往一处想，劲儿往一块使，这就能够让你们自身也受到感染。你们一个人独处的时候，其实效率并不高，很容易会被身边的一些事情分散你们的注意力，你们会很容易受到周围环境的影响。那么这张权杖王牌呢，接下来你们会有一个脱胎换骨的重生和改变。这种转变和重生其实就是从内部打破自己啊，这种打破不是源自于外部的压力，而是你们主动的从内部打破自己啊，可能会否定自己过去的一些行为，打破
主动的打破自己，就会有一个，就是你们其实是能够掌控这种变化的啊，在失去的废墟之上重新建立新的自我、新的人生计划，很多事情，包括你们的人生轨迹，都会因此而发生改变。那这张权杖骑士呢？其实你们已经在黑暗当中苦苦坚持了很久了，但是前方会有光，会有一束光出现，代表的是令你们感到很煎熬的这个阶段，其实马上就要过去了。相信有一天你们能够笑着讲述你们当下正在经历的可能令你们感到悲伤的瞬间和这一段孤独的难以想象的旅程啊。那么这张星币2呢，就是你们的发力点其实源自于你们会找到一种微妙的平衡啊，在两种模式之间不断的切换，同时你们也要注意身体内的两种能量的平衡，比如说感性和理性的平衡，不要让这种感性和理性失去控制啊，让感性和理性维系在一个势均力敌的状态。你们对外呈现出来的呢，就是非常的淡定、从容和优雅，内在的这种力量，两种力量它越是势均力敌，你们对外呈现出来的给人的感觉就越有力量，越从容。所以说近期你们能够维系这样的一种平衡感和节奏感，你们就能够逐渐的找到那种发力的感觉。这张星币9呢，就是它其实代表的是，如果你们想在学业、事业或者说感情上面要更好的发力呢，首先你们要学会好好的休息，就是会有一个缓冲期啊，劳逸结合的这个过程啊，在发力之前，让你们整个人都放松下来，去享受你们的生活，显化一些独处的时间和空间，去做一些你们自己热爱的、享受的事情啊。那抽到的这张牌，新月在摩羯座啊 ，Step up and lead。就是说，你们接下来要发力的话，如果你们想去达到自己的目标，你们必须要学着成为一个领导者，不仅仅是领导你们自己啊，还要去感染你们身边的人，而不是被主导。你们需要自己去主导一些事情，主动的去开启。它还显化出了一种很强烈的话语权，这是一种能量上升的状态，这也是你们的一种发力点的体现，就是你们的思维一定要发生转变，不是说被别人推着往前走，而是你们自己推着自己往前走，甚至你们的这种能量强大到你们会感染到周围的人，让他们也变得更加的自律，去主导一些事情。那么这是一种很强烈的主观能动性啊，要利用你们的这种主观能动性去开启一些事情，而不是被动的等着一些事情的发生。那第二张牌呢是 Trust the Universe。就是这张牌呢，如果说你们想要找回自己的这样的一种主导能力的话，你们必须要相信现在发生的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就是你们不会去控制它，你们最好的主导方式就是在潜意识里边不去主导它，不控制是一种最好的控制，就是你们要相信你们经历的一切它都是一种必然命运的安排，所以说你们需要有这样的一种成长性思维。包括你们过去经历的这种苦难、挫折和打击，它其实都能够变成滋养你们成长的养料啊。当你们在思维上完成这样的一种变化的时候，你们就会把为什么这件事情会发生在你们的身上转变成这件事情教会了你们什么。一旦你们的思维完成了这种变化，你们就会找到自己的发力点，你们就会知道接下来你们应该怎样去做，怎样去修正那些错误。而过去犯过的那些错误又教会了你们什么，带给了你们怎样的成长。那么第三张牌呢 Find a balance 啊，你们要努力的保持平衡，不让自己的生活失去平衡。这种平衡是方方面面的，理性与感性的平衡，收入与支出的平衡，生活与工作的平衡。当你们能够维持这种平衡的时候，其实你们就找到了那种秩序和节奏，去不断的积累啊，那些正向的改变，让你们不断的变成更好的自己啊。把你们的生命当成是一朵不断盛开的花，没有尽头。在你们的生命当中啊，其实处处静静皆是爱意啊，这能够让你们自身不断的绽放，这能够让你们的生命永远的都停留在春天里啊，停留在这种生命能量的涌动之中。好，那这就是我们这期视频的全部内容了，非常感谢大家的收看。如果你觉得我的视频对你们有帮助的话，可以在我的视频下方留言点赞，或者你们的支持就是我最大的动力。那我们下期视频再见。拜拜，大家好，欢迎来到第三组牌啊。首先，第三组牌的第一张牌宝剑9，你们现在有一件悬而未决的事情，或者说有一件事情
一直令你们感到很纠结啊，就是因为这种犹豫不决会让你们产生极大的内耗、自我消耗，会让你们整个人没有办法集中注意力啊。所以说你们当下的这种状态很有可能会在犹豫当中错过最好的时机。找到发力点的方法就是不再纠结那些对与错，因为真正重要的并不是选择本身，而是在你们做出选择之后，把那个选择变成正确的选择。所以说每一个选择其实它都有利有弊，没有所谓的一个最正确的选择在等着你们。你们总是在纠结，害怕自己错过那个最好的选择。实际上，最好的选择是通过你们持续不断的努力才能够将它实现的。所以说，我们第二张牌魔术师啊，就是对于你们要做的事情，除了在做出选择之后的这种持续努力，能够让你们找到发力点之外呢，对于你们要做的这个事情，如果你们能够提前准备的话，就能够让你们更快的找到一个正确的方法，因为你们有更多的时间去摸索出一个更适合你们的方式。所以说很多事情你们在做的时候，往往都会虎头蛇尾啊。当你们能够提前规划，做好时间上的安排，就能够让你们更从容。其实最好的发力点，它就是没有发力点，就是当你们在完成一件事情的过程当中啊，整个过程它都在你们的预期当中啊，它是非常平顺的、柔缓的，没有发力点就是最好的发力点。所以说，在做一件事情之前，其实你们应该有一个全盘的计划，什么时候该做什么事情，这就不需要你们做到一半的时候从头再来，或者说越到后面时间越紧张啊。那这张星币王牌呢，就是你们会在一个比较低迷的能量状态里边找到新的目标。当你们不知道该做什么的时候，这个时候往往会突然出现一个新的目标让你们去追逐。所以说星币王牌代表的是你们已经在一个周期的收尾阶段了。紧接着就是这张星币石，未来的一种新的可能性正在显化，你们即将进入到一个崭新的阶段，就是说近期会有很强的这种突破的能量，因为你们正在憧憬的那个新的未来，你们能够感觉到啊，你们正在向那个憧憬的未来和目标一点点的靠近。所以说这张圣杯八呢，你们要带着一些可能说没有完成的事情，或者说遗憾，进入到一个新的阶段，并不是说你们在一个旧的阶段要把所有的事情都完成才能够进入到一个新的阶段，因为有的问题，只有当你们整个人到了一个全新的境界之后才能够解决掉它。所以说圣杯八它代表的是这种告别的能量。当你们决心去告别一个旧的周期的时候，它反而能够给你们更强的决心，在新的阶段不再重蹈过去的覆辙，用一种全新的方式去生活。所以说你们找到发力点的方式，就是要逼着自己离开一个环境啊，或者说逼着自己离开某个人。虽然说这种方式会很残忍，但是它能够激活你们内在的这种能量。因为你们之前可能在一个舒适的状态之下生活了太久了，如果想要再一次发力，就必须让自己处在一种动荡的变化和状态当中，这样才能够激活你们的潜力。这张力量牌，它象征的是，如果你们要看到自己内在的这种能量和潜力，你们可能会害怕这种力量失控而把它束之高阁，但是如果把它彻底的封印起来，就会让你们变得软弱无力。所以说你们需要找到这样的一种方式和它和谐共处。这种能量它很强大啊，你们不容易去掌控它，所以说有的时候当它失控的时候呢，它可能会变成吞噬你们的一种负面能量，它会让你们变得急功近利、用力过猛啊。但是呢，如果说你们能够有意识的去操控这种能量，它就能够为你们所用，它能够帮助你们事半功倍的去解决一些问题。也就是说，你们接下来要探索的是，不要让你们内心当中的这种欲望吞噬你们，把它控制在一个合理的范围之内。而这张宝剑八呢，它其实是你们现在的一种状态啊，被困在了一个地方动弹不得，被囚禁在了一个地方啊。就是说接下来可能会有一个人他来探望你们，给到你们一些力量，但是呢，当他给到你们力量之后呢，这个枷锁最终还是需要你们自己来挣脱的。当你们挣脱之后，就会有一个新的天地啊，就会有一种焕然一新的能量。那我们抽到的这张牌呢 ，Make Time for Self Love 啊，这个月亮神谕卡呢，它给到你们的指引就是让你们重新找回自信和发力点的方式呢，就是你们要重新获得这种认可自己的力量啊。
自爱有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要接受现实，接受当时的自己并不完美，承认过去的自己已经尽力做到了最好，不应该被后来的自己所反复责怪，更不应该让后来的自己一直生活在自责和煎熬当中。所以说你们现在要做的就是停止自我怀疑和自我否定。你们在不断的自我打击和自我矮化的过程当中，其实你们会变得越来越排斥那个最真实的自我。所以说自爱就是自我肯定和自我认同，这不是让你们盲目的自大，而是说正是你们过去犯过的一些错误，它其实不是来定义你们的，它是来帮助你们成长的。所以说我们抽到第2张牌啊 ，Believe in your good luck， 就是接下来幸运的天平会向你们这边倾斜。首先你们能够走到现在，其实本质上就是因为你们是一直被幸运的女神所眷顾的。当你们相信你们会被幸运女神眷顾的时候，它其实就会有一种，它会显化出一种感恩的能量，这种感恩的能量能够帮助你们消除阻碍，并且你们的坚持也会让你们成为奇迹本身啊！奇迹只会降临在那些身怀希望和信仰的人身上。那么第3张牌呢 ，Focus on the positive， 就是当你们能够把自己的关注点和着眼点放在那些积极的事情上面的时候，事情的发展其实就会朝着那个方向一点点的去靠近啊！它其实就是一种吸引力法则。乐观的看待你们当下的处境啊，去看到具体的风景，做具体的事，爱具体的人，生活它就会一点点的变好。好，那这就是我们这期视频的全部内容了，非常感谢大家的收看。如果你觉得我的视频对你们有帮助的话，可以在我的视频下方留言点赞，或者你们的支持就是我最大的动力。那我们下期视频再见，拜拜。